前这些随着音乐热情跳舞的人，来自一个几乎无人认识的民族——萨萨克族，而这样简陋的场地被他们称为露天酒吧。在这样的环境下，男人女人都会开心地舞动在一起。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简朴的地方，却是著名的牛粪村，只因他们的道路、房子都是用牛粪浇筑而成。不仅如此，他们每个月还会在墙上、房顶上涂上新鲜的牛粪，只为保持房子的干净整洁。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淳朴，使得如今这个印尼的小村落依旧带有属于过去的生活方式。而更让外界震惊的是，萨萨克族延续至今的一项婚俗——偷婚。年轻男人如果想娶妻，必须在夜里将女子带走，让女方家发现后，双方再协商迎娶条件。也因此，每一个家庭通常会让未婚闺女住在房屋最深处，父亲与儿子睡在客厅，以保护家中女性不会被趁机掳走。本期节目将带大家走进印尼龙目岛上居住的这个小小原始民族，看看萨萨克人的前世今生，看看他们如何在臭气熏天的房子里生活了一代又一代，看看年轻的男男女女是如何将爱情进行到底，同时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与现代社会接轨，又是如何对待偷婚习俗的取舍。龙目岛位于印度尼西亚小巽他群岛中部，处在巴厘岛与松巴哇岛之间。如果把印尼的版图看作一条横向伸展的岛链，那么龙目岛正好位于连接旅游热区与偏远乡镇的交界点。它不像巴厘岛那样喧闹，也没有爪哇岛的人口密集。龙目岛的中心是一座火山，林贾尼火山海拔超过3700米，是印尼第2高峰，也是当地萨萨克族心中的神山。火山周围形成了大片肥沃平原与落差明显的丘陵地带，而萨德村正坐落在这片地形过渡带上。萨德村距离龙目岛机场约15公里，靠近普拉雅以北方向，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聚落。位置不算偏僻，但从车道转入村庄的那一刻，景象立刻发生变化。柏油路变成褐色的土道，沿途商店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稻田与山坡。随着海拔略微上升，空气中带着干草味，也带着火山灰冲刷后的泥土香气。村口的标志性茅草屋群紧密排列，屋顶层层叠叠，像是自然与人类共同编织的纹路。萨德村本身并不大，整个村落约100余户人家，按传统家族结构分区建造，房屋之间没有明显的围墙或边界，巷道窄而弯曲，仅容2人侧身通过。村中心有一处用于仪式活动的小平台，老人们常在此休息，而女孩子会在门口的织布机前有节奏的工作。整个村落的布局呈现出一种既紧凑又有秩序的状态，其分布方式反映了萨萨克族的社会组织结构，家族为核心，公共空间服务宗教与仪式，所有生活围绕土地展开。萨德村最著名的特色是用牛粪涂抹地面。对外人而言，这听起来像是难以理解的生活方式，但在村里，这不仅是习惯，更是一种智慧。牛粪经过发酵、干燥后再混入泥浆，可以形成坚固的地面，在长期踩踏下会逐渐变得平整、密实，而且几乎没有味道。它能防虫、防潮，并能让房屋在季风季节保持稳定。萨萨克族人使用牛粪已有数百年历史，直到今天仍坚持这种工法。尽管龙目岛的主城区近年来不断发展，村外道路、电塔与商铺逐渐增多，但萨德村仍被认为是世界边缘的缩影。村民的生活资源有限，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农耕、手工织布以及少量旅游收入。女孩从小必须学习织布，不仅是为了传统，也是为了家庭经济。编织是她们身份的一部分，甚至被视为必须掌握的技能。只有会织布的女孩才被认为适合结婚。所以萨萨克族的女孩是不上学的，这与古代中国所提倡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相似。同时，村内建筑也显现高度实用性。萨萨克族的房屋通常由竹片、木柱与茅草构成，屋内无窗，光线从侧门进入，室内空间多功能整合，一处炉灶同时作为取暖、烹饪与祈福之用，
高处的木架存放粮食，地面低位安置水罐。这样紧凑而节省资源的布局，是对地理环境与贫困现实的回应。在萨萨克文化中，婚姻不是从求婚开始，而是从带走开始。这个带有强烈文化标记的婚俗被称为 Mararik， 通常翻译为偷婚或抢婚。在外人的理解中，这似乎是一种冲突、对抗甚至带强迫意味的行为，但在萨萨克族的传统体系里，它是婚姻的正式程序，是一段关系要被承认、家庭要进入谈判的必要仪式。与越南和蒙族路边就把人抢走不同，萨萨克人偷婚的前提是两情相悦。这一婚俗的操作方式看似简单，当一对年轻人决定要结婚，男方需在夜晚将女方带离家中。带走不一定是暴力的，也不一定是被禁止的，通常是男女双方已经商量好的计划。然而即便是双方自愿，行动仍必须在夜里进行，并且不能提前告知女方父母。之所以偷走，是为了符合传统程序，同时象征男方与其家族的勇气和能力。女方一旦被带离，她会被暂时安置在男方亲戚家，而不是直接进入男方家中。村里的人都知道被带走的消息就是结婚的开始。一旦女方家发现情况，他们会主动找男方家谈判，要求解释、商讨嫁妆、仪式费用与婚后安排。这场谈判不是冲突，而是一种文化中的协商礼仪。它确保双方家庭在婚姻建立前先建立尊重与责任感。在萨萨克族中，婚姻不是两个人的决定，而是两个家族共同参与的事件。偷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婚姻成为被看见、被承认的仪式，而非私下里简单登记即可完成的过程。然而，这个婚俗本身并非毫无争议。现代社会中，外界常以道德角度审视这项传统，认为偷婚可能导致女性失去选择权，尤其是在仍存在贫困、教育不普及的村落里。部分案例中，女方的意愿没有被充分尊重，或家庭谈判变成压力来源。这些情况并不代表整个萨萨克族，但也确实暴露了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但在传统萨萨克族家庭结构里，女孩被期望尽早结婚，年龄越大，被认为越难找到合适的伴侣。而偷婚程序让婚姻依赖行动，而非公开的恋爱过程。由于村庄规模小，家庭关系紧密，这种婚俗长期以来被视为维系社会结构的手段。它确保家族之间的合作关系，也让婚姻被置于共同监督之下。偷走、发现、谈判和迎娶构成婚俗的4个主要阶段。谈判部分最关键，象征家庭之间正式建立联系。谈判内容包括嫁妆、婚宴规模、供奉仪式及未来双方家族的义务。女方家庭常会强调男方家必须展现诚意，因为偷走意味着主动，因此也意味着责任。谈判完成后，婚礼正式开始。婚礼包含多个步骤，从宗教仪式到传统庆典，每一步都带有象征意义。对于萨萨克族来说，婚礼不仅是结合，更是传承。年轻夫妻进入男方家族后，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参与祭祀与社区事务。尽管偷婚被视为传统，但现代的萨德村也在逐渐调整方式。部分家庭会提前沟通，让过程更平和，也有人选择直接登记结婚，减少传统程序的压力。然而 Mararik 仍是萨萨克族文化中最具辨识度的元素，也是理解他们社会结构的关键。偷婚婚俗体现了萨萨克族对婚姻的态度，它不是简单的情感结合，而是社会、家族、宗教与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婚俗的存续既反映他们对传统的坚持，也揭示传统在现代社会中面对的摇摆。萨德村在变化，但婚俗仍然是其文化支柱之一，牵连着家庭、土地与身份。Mararik 是萨萨克族最具争议也最具象征性的文化事件，它让这个村庄的故事更立体，也更值得被记录。前面提到，在萨萨克文化里，女孩小时候就必须学习织布，她们坐在地上，跟着母亲或祖母反复练习，经常从早到晚织到腰酸背痛。
织布不是兴趣，而是身份指标。根据萨萨克传统，一个女孩若不会织布，将无法被认为准备好进入婚姻，甚至在某些家庭中，不会织布就不能举行结婚仪式。这种深植于价值体系中的要求，让织布成为女性从小要承担的责任。织出的布料既是衣物，也是家庭经济来源。许多村民以卖布为主要现金收入，而布料的图案象征着不同家族的传统，不同纹样代表不同意义，例如丰收、家族力量或宗教祝福。对游客而言，这些布料是纪念品；对村民而言，这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代代传承的标记。而萨萨克族的饮食简单却扎实，由于地形干燥，种植条件有限，他们的主食以玉米、花生、木薯和野菜为主。米饭虽然也吃，但在较贫困的家庭中并不常出现。玉米粉蒸成糊状，配上野菜或辣酱，是最常见的一餐。辣椒是萨萨克饮食的灵魂，村民自制的辣酱味道极烈，与新鲜椰子粉混合后，是许多家常菜的基础调味。肉类则比较少见，鸡或牛更多用于仪式或特殊日子，如婚礼、祭祖或村庄庆典。在许多家庭中，食物仍沿用传统方式保存。高处的木架上经常挂着熏干的鱼或肉，炉火的烟使食物能保存数周。这样的烹饪方式反映了萨萨克人的节俭，少浪费，尽量保存，依赖自然。萨德村的道路十分狭窄，车辆无法进入，村民主要以步行移动，去农田、取水、交换物资或拜访亲戚都是靠双脚完成。这种步行生活方式让村庄形成紧密的社群关系，大家互相熟识，几乎每个家庭都与其他家庭有所关联。多雨的季节，道路会变得泥泞且难行，干季时候地面干裂，灰尘飞扬，所以会用牛粪铺在路上，可以看作是当成用沥青铺陈在路上，也达到让路变扎实的作用。萨萨克族的经济体系是高度循环的，土地产物变成食物，自然材料变成房屋，手工布料变成收入来源，没有工业废物，也几乎没有浪费。村民对自然的依赖并没有浪漫色彩，而是长期贫困下的经验积累。恰恰是这些经验，让萨德村能在现代化冲击下仍保持古老的韧性。也正是这些古老、质朴的生活方式，使得印尼龙目岛多了一份与其他岛屿所不同的气质。萨萨克族是龙目岛的主体民族，占全岛人口的80%以上。尽管今天的萨萨克人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但他们的文化却远比单纯宗教标签更复杂。萨德村作为传统核心聚落，浓缩了萨萨克族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层叠，让人得以清晰看到一个民族如何在岛屿间迁徙、融合，在创造自身的样貌。萨萨克族的族群起源并不单一，学者普遍认为，他们属于南岛语族的一支，与印尼东部多个民族在语言与文化上有共通性。这种文化谱系让萨萨克人看似与巴厘岛相邻，却与东部岛屿保持更深层联系。早期萨萨克社会相当分散，依靠小型村落组织生存，而萨德村被认为是其中最古老的聚落之一，从建筑形式到习俗都保留着强烈的原生痕迹。萨萨克族在历史上经历过多个文化浪潮的叠加，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岛间贸易文化都在不同阶段影响过他们。宗教不仅影响仪式，也塑造了社会结构。在萨萨克族中，家庭是社会的核心组织单位，村落则由多个家族共同组成。萨德村中房屋排列紧密，空间划分清晰，体现了家族体系的重要性。每户家庭围绕中心炉灶，炉灶象征生命延续，也象征祖先保护。主食、祈福与日常相聚都在炉灶附近进行。在传统萨萨克社会里，性别角色相当分明，男性负责农业、建筑与宗教仪式，而女性负责织布、家务与部分仪式中的供奉工作。织布不仅是女性工作，也是身份标志。一个女孩必须在成年前学会织布，否则无法被视为准备好结婚。织布技艺传承自母亲与祖母，
成为女性之间的文化纽带，也成为他们在贫困生活中维持经济能力的重要方式。即便在今天，萨萨克族仍处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点。龙目岛的旅游产业发展让他们逐渐接触外来世界，但萨德村的文化结构相对稳定，村中长者仍负责仪式与决策，宗教节庆按照旧历举行。尽管年轻人越来越多外出打工，但婚俗、信仰与家族制度仍像一张细密的网，将整个社区紧密连结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萨萨克族从未把自己的文化视为被展示的内容。游客眼中的传统村落，对他们而言只是生活本身。他们不为了传统而保留传统，而是因为这些传统仍然有效、实用，是应对地理环境、贫困与资源限制的方式。这种文化的延续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而不是刻意的保存。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宗教和习俗，衍生出了萨萨克人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和住所。与城市里直线分明、材料统一的建筑不同，萨德村的房屋像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弯曲的屋檐、层叠的茅草、竹片交错的墙面，以及脚下一层层被踩得坚硬光亮的牛粪地板。对萨萨克族而言，建房不仅是必要的生存工艺，也是与自然共处的方式。萨萨克族的传统住房称为贝尔，总体分为两种，用于居住的房屋与用于仪式的建筑。居住的巴勒屋由3部分构成：倾斜角度极大的茅草屋顶、竹板与木桩构成的墙体结构，以及最具特色的牛粪地。茅草来自当地称为阿兰的野草，柔韧耐雨，是岛上最容易取得的屋顶材料。屋顶厚度可以达到30厘米以上，不仅隔热，还能在热带暴雨中保持稳定。而最让外界震惊的，莫过于地面，一层层用牛粪涂抹、打磨、晾干而成的基础地面。外人一听到牛粪，第一反应往往是难以接受，但在萨德村，这种做法有着严谨的逻辑。牛粪经过干燥处理后几乎没有气味，混入泥浆后可以形成非常坚固的结构，表面干透后光滑细腻，甚至比一般土地更耐踩踏。牛粪的纤维结构还能防止白蚁、蚂蚁等昆虫侵蚀房屋，是一种天然、可持续、无需花费的建筑材料。村民通常每隔几周就会在地面重新涂上一层新的牛粪浆，以维持地面的密度与完整性。这种工艺从祖辈传下来，不需要书面记录，只要看着母亲或奶奶做就能学会。牛粪地面也是判断家庭勤劳与否的指标，越平整越光亮的地面，代表家庭越重视传统，也越愿意投入时间维护房屋。房屋内部的空间分布反映了萨萨克人的生活方式，所有活动都以地面为中心，坐在地上吃饭，在地上睡觉，在地上织布。家具极少，多数物品由竹子制成，既轻便又符合当地气候。储物的空间集中在高处的木架上，以保持干燥。厨房与起居区域不分离，烟火味在屋内常年萦绕，这是萨德村特有的气味。水源是另一个与房屋结构密切相关的部分。萨德村多位于丘陵地带，村民依靠简易的蓄水罐与山泉维持日常用水。下雨季节雨水被收集进陶罐，旱季时水则格外珍贵。屋内没有浴室，洗澡与洗衣在户外进行。这种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生活方式延续了萨萨克族数百年的传统节奏。萨德村的生活方式往往让外人误以为这是一个被妥善保存的传统村落，仿佛村民选择生活在过去，选择保留牛粪地面、茅草屋顶和以织布为生的节奏。但实际上，这种生活不是选择，而是条件所限，是贫穷、传统与现代化交错作用后的结果。龙目岛近年来旅游业快速发展，沿海地区出现饭店、度假村甚至国际连锁品牌，但这些现代化的资源很少流向内陆村落。萨德村地处丘陵地区，过去并无开发价值，因此长期缺乏基础设施。村里没有稳定的自来水，电力有限，某些家庭依旧用柴火，孩子们的教育资源匮乏，村里的大部分妇女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贫穷让许多家庭无法翻新房屋、购买现代建材，
也无法承担外出就业的成本。牛粪、竹子和茅草便因此成为最自然也是最可行的选择。传统与贫穷之间的边界并不容易区分，人们常误以为萨德村坚持传统是因为文化自信，但实际上许多传统之所以延续，是因为现代方案昂贵而不可及。例如混凝土地面需要成本，而牛粪是免费且可持续的。砖墙耐用，但竹墙通风对热带环境更适用。传统方式并非完全被动，有时正是贫穷逼迫下形成的智慧。然而，现代化的浪潮仍在临近，旅游业带来的收入让一部分家庭开始尝试改变生活方式，也让文化面临新的压力。村庄入口处出现了为游客准备的表演、展售的布匹以及供拍照的传统房屋。外界对传统风景的期待推动村民将自己的生活包装成一种文化展示。这种变化带来了矛盾，一方面，旅游收入确实改善了部分家庭的生活，使他们能够修缮屋顶、购买更多日用品，甚至让孩子接受更好教育。另一方面，传统生活被过度符号化，变成取悦游客的体验，使村民陷入必须保持传统才能吸引游客的循环。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矛盾更为明显。他们在村里长大，熟悉农耕与织布，也知道家里无法负担太多开销，但外界世界从游客口中传来的信息，也让他们意识到村外的生活截然不同。许多年轻人希望离开村庄，到城市或旅游区工作，但离开也意味着身份变化。他们在城里成为廉价劳工，收入不稳定，而留在村里则意味着继续依赖传统方式生活。因此，对于萨萨克族而言，这既是机会，也是不小的困惑。文化成为商品，让村民拥有更稳定的收入，同时也把他们的生活固化在一个观光需求定义的框架里。有人担心，一旦观光热度下降，村庄又会回到原本的贫困状态。也有人认为，只要适度开发，传统文化就能成为长期资源。萨德村未来将走向哪里，没有人能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村落不会保持不变，它会在矛盾与冲突中继续调整，像山风吹动茅草屋顶那样，缓慢却不停止。村民们学会在传统的屋架下接纳外界，也在牛粪地面上寻找进步的脚步声。或许几十年后，萨德村的面貌会截然不同，但那些来自牛粪屋、织布机、偷婚仪式的故事，都会继续在人群与土地之间留下痕迹。这就是萨萨克族的生活，不神秘，不夸张，它只是如实存在，并将继续存在。长视频制作不易，欢迎关注、点赞、转发，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